夏阳，你这次是自投罗网。师座，萧团长来救我们来了。 顶住！师长，快撤吧！你还有脸来呀？他们不是从我的房子过来的呀？难道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师长，现在情况不明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再打我吧。 现在还撤得了吗？封锁所有通道，戴上防护面具。嘿，放毒气！师座，我们赶紧撤吧！ 敌人使用毒气弹了！毒气弹！混蛋！你们竟然敢违反国际公约，太卑鄙了！难道这是我廖某认为我捐躯的时刻吗？好，弟兄们，跟我冲出去！师长，走，都别动，拿释放剂给师长。咱俩今天可能要死在一块儿，死不足惜。在死之前，以后有句话要说。 不是兄弟，我害了你啊！是他们的防区有漏洞，这帮混蛋！卧倒！一航，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！我们可以去收获战果。还有增援部队。中佐阁下，敌人火力太猛，我顶不住了。 最后5分钟，给我顶住！对，距离只有不到1000米了，中佐阁下。先不管那么多，先消灭他们的骁勇。先撤，不越过。又是江小道。撤人，进攻，前进。
咱们可都是云南的部队呀，都是手足兄弟，至少咱们都是中国人吧？鬼子就是从你们眼皮底下钻过来的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我需要苏营长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。我要上报龙主席，问问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云南的部队？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论。报告，师长，肖团长醒了。师长，师长，参谋长，您等待的好机会来了。还缺一个更好的机会。中央争取孙军长恰逢其时。你不懂的，就不要乱说，稍安勿躁。哎呀，你可醒过来了，担心死我了。来，喝点水。来，慢点。大哥，你安全了，我就没事了。嗨，你少说2句吧。我已经让小刀派人了，送你去后方医院。那谁守阵地？哎，我的指挥部打得没剩下几个人了，只能借用你的团部，阵地我来守。行了，不就咳嗽2声吗？二哥，好什么好哭丧啊你？这上哪儿了？这是？滚回阵地去！师长啊，这张嘴就骂人，我跟你说，我滚不了啊！小刀说了，我必须把你安全的送回后方去。不，这是我的命令，还有师部的伤员一块送走。送伤员吗？我不走。慢点，你凭啥不走？来，扶着。我不喝。来，小心啊！是我命令你要走。师长，天王老子来我也不走，要不然我就没机会和您死在一块儿了。你看，你这嘴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天天死什么玩意儿死啊？我现在团长的身份命令你马上回阵地，否则我就以二哥的身份，我枪毙了你。行了，那你先去护送其他伤员吧。是。能够监听到敌人的电台，仿佛我们是身临其境，他们所说的话，就是对我们直接讲的。老师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有新的进攻计划了？是的，我们现在的攻击方向直接指向了峡谷西侧。58军就交给第9师团去解决吧。这样就可以彻底分割他们，使他们不能东西呼应了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穿过峡谷，直奔武汉。你到底有招没招啊？二哥血都咳出来了。大虎哥，啊，我有个办法，但这么做肯定违反军纪。都啥时候了，还军纪的？赶紧说。我用电台通知后方留守处，让二嫂带药来。行啊，这招好啊！哎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！哎，不对呀，二嫂这药能行吗？那二哥中的可是日本人的毒气呀！我觉得二嫂肯定有办法，你就说，这么办行不行吧？我们家阿花最聪明，你说的招肯定行。什么有你们我们的？大虎哥能不能有点长进啊？你看人小刀哥、陈皮哥，人进步多快啊！啥进步？天天只能看见别人进步，就看不见我。我跟你说，他们进步是进步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他们人心都变坏了。
你这就是顽固不化。我也想画呀，要不然你画画我。我说你怎么3句话就绕回来了？有劲吗？你赶紧走吧。卫兵，哎，行，别叫了。最好的结果就是类似肺结核吗？救助及时的话，消炎药充足，或许还没有那样糟糕。你们日本人真是太黑心了，公然连国际法都违背。可能是因为中国军队抵抗太顽强了，他们也没有办法的。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是你们来侵略我们，难道逼我们放弃抵抗才是正确的选择吗？逼人家做奴隶，还要人家心甘情愿，请问这世界上哪个民族能够接受这样的侮辱？美兰姐，你发火的样子好可怕啊！我告诉你，要是萧以恒有个3长2短，我这辈子都会恨死你们日本鬼子的。美兰姐，我很害怕。在这里你不用害怕，我们中国人都是以德报怨的，没有人会伤害你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。如意啊，咱们这团部改师部也好，僻静，方便开展电台工作。庄参谋，那以后所有的电文就要麻烦您转交了。咱们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。尊重长官是我们在集训班上的第一课。哼，调皮，还是一股子学生气。希望以后您多指点。对，以后还要向庄参谋请教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我……哈，你们俩聊，我出去一趟。我来看看你呀。自打你来以后，你老是躲着我，你到底怎么了吗？没怎么样。肯定不对，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？啊，咱俩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感觉。以前是以前，往后是往后嘛。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？那一日夫妻百日恩嘛。哎，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儿？什么一日夫妻啊？是不是你们男人得手之后，非要让满世界人都知道，你们才算有成就感？得手？谁得手了？无聊，我就是这么一说。是庄丰得手了，还是刘公维得手了？陈皮，你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咱们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了？我……如意，我相信你，我的如意最好了。又来了，打人家一棍子，再塞个果子吃呗。不是，那我得向你赔罪嘛。那我的态度最起码要端正。哦，对了，把这个给你，能梳头的。谢谢。梅兰姐，大虎，哎，二嫂，准备出发。哎，给二哥配的药都配齐了吗？廖师长说他随后派人从武汉送来。啊，那就好。哎，指导员，指导员，佩琴姐，美兰，大虎，哎，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儿，就是脚有点扭伤。美兰，哎，这是给以恒的药，就想着你家以恒，还有我方送来的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都给我吧。哎，大虎啊，车上还有一箱梨，是军长专门给肖团长润肺的，
赶紧搬下来。还是指导员关心我们。呵，佩琴姐，麻烦你跟廖师长说，他的大恩大德，我和以恒铭记在心了。要说你自己说去，我还要护送这些药到前锋去呢。你就别去了。军长新交代给我的任务，这么神秘。要知道，抗战时期这些药可都是救命的。行了，照顾好你们家以恒，我先走了。走，出发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想说的了，我就回去。对啊，如果我江小德真的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你应该也了解我，我就是一个粗人。是，你是粗心，但是你分对谁？对美兰，我看你就挺细心的；对猴子，你是有偏心。我承认，我对你的关心真的很少。你看，很多粗活、累活都让你干，我真心对不住你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让我干什么，那是应当应分的。我都知道，但这2天我真的反省了，我还是应该跟你商量一下。我应该问问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，心情好不好？我是真的反省了。我不瞒你，你说这些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可笑。谁会在意一条狗的心情呢？你在意吗？杜远，你不是狗，你是我江小刀的兄弟。那猴子是你的兄弟吗？他当然是我的好兄弟了。好兄弟，人死了，火化了，成灰了，不知道谁杀的，没有任何说法。明天我死了也是一样的，没人会替我报仇，就这么无声无息的。江小道，有人甚至还会刻意遗忘，没人会知道我们做过什么。这就是你嘴里的兄弟，你口口声声说的好兄弟。行了，杜燕，别说了，你说的够多的了。有人终于憋不住了，钻出来了是吧？人都来了，干嘛总喜欢偷偷摸摸的呀？杜燕，你真的误会了。今天我小刀真的想跟你好好谈谈，单独谈谈，所以我没让陈皮来。可是人来了，人没选择进来，人选择藏着听的。你们现在当官了，一个个的牛了，会耍手腕了，可以不拿兄弟的命当回事了。好了，要怪就怪哥哥我吧，跟小刀没关系，别让他为难了。你怎么那么会胡承担责任呢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陈皮，你天天的有意思吗？咱们做兄弟这么多年，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？啊，陈皮，你让杜燕说。杜燕，今天你有什么话你就说，我们俩也希望你说。我今天还就不想说了。杜燕，别阴阳怪气的了，行不行？啊？我知道你们讨厌我，我躲开你们，我躲你们远远的。哎，杜燕，今天别的可以不说，但猴子的事情，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。凶手找到了。谁？谁杀了猴子？谁？萧一恒、沈指导、陈皮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我不知道，对吗？你们都拿我当傻子？我哪儿傻？你们觉得我嘴大是吗？就瞒着我是吗？杜燕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现在找不到足够的证据。你可以不告诉我证据。我不知道，我不要证据。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吗？不可以。我不求你原谅我，但是我江小的今天可以发誓，
我一定会为猴子报仇，而且我会亲手杀了他。对啊，你跟我说靴子的事情，不是为你自己，我都明白。我知道猴子也喜欢靴子，你只是想提醒我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我就是为自己，我就想要说靴子怎么了啊？你对猴子的兄弟情谊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如果你还把我当成哥哥，我今天求你一件事情，以后不要再说我把你当成狗。我真的没有，你真的是我的好兄弟。如果你以后有任何事情，你一定得告诉我和陈品，不要憋在心里。你看，咱们从小在山里一起长大，现在我们人在一起，心却远了。你知道我们俩有多难受吗？对儿，我心太急了。这么多年你也了解我，咱们俩最贴心了。我只想说，作为兄弟，咱们的心不能有猜疑。我猜忌什么了？你们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我能不瞎想吗？换你呢？你呢？哎，好了，你们可以把我当傻子，什么都不跟我说。但是等我死了，你们得去看我，我不想一个人，我怕。行了，对呀，我们都明白，啊。大哥，美兰不在，我这当哥哥的伺候你。美兰不在，我也不能让您伺候我呀。什么意思啊？混小子，我可没伺候过别人啊！啊，不，您放下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不稀罕，我还不伺候了，真是的。哎，大哥，我这也是快要死的人了，您能不能跟我交个底啊？别瞎说，你中的毒气还不致命。我就想要句话。说，想问什么？您和孙军长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？嗨，我以为多大事儿。我就要您一句话。那你说，江小刀和陈皮之间有没有矛盾啊？没有根本上的矛盾，不过这个比较合适吗？合适。我和孙军长就是这种弟兄。哎，外边那些啊，都是传言，什么争当旅长啊，争当军长，胡说八道嘛。当初任命我当旅长升将军，那是龙主席觉得老孙他当参谋长更合适，还可以帮助卢军长练兵。那这次呢？龙主席这次要了2个军的新番号。老孙他在云南整编训练，当然是他合适了。您要是这么说，我心里就明白了。也就是说，孙军长这次不是见死不救。嗨，他当然不会那样做，一定是他内部有人在捣鬼。而且我认定，这又是老蒋下的一盘棋。您当年在黄埔跟过他，可为什么后来离开那儿又回到云南了呢？好，既然今天你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你。我洗耳恭听。收电完毕。辛苦了。上峰怎么说？我先出去。哦，没关系，都是自己人，说吧。参谋长，组织纪律规定，
任何人都不能例外。好，后生可畏呀！我很欣赏有原则的人。是批评咱们的。本次战斗中，58军咱们的人立了战功，说咱们没起什么作用。那是没给咱们机会。他们太自以为是了。委员长怀疑我是共产党，可是共产党呢又认为我是军阀的狗腿子，我这不成了两头不是人了吗？哼！您这是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。哎呀，你不好让我于心何安呐。我没事。委员长他真是瞎了眼了，用错人了。嗨，阴现在还在后边呢。知道龙主席收留了我，他还传过话来说我是共产党，他这是想借刀杀人。可龙主席说我就喜欢共产党，有本事啊。龙主席他是怎么了解共产党的？朱宇街和叶剑英那是咱们云南讲武堂毕业的，朱总司令比龙主席和卢军长还高3班呢。当时他和朱培德一起，那号称是模范2朱啊。原来人家八路军的总司令和总参谋长都是咱们云南培养出来的。对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。哦，哎，你一定要保密啊。嗨。您看我这都是快死的人了，我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还不行吗？那我不说了。行了，大哥，您就满足兄弟我这最后的愿望吧。去，跟你老婆撒娇去，别跟我这装。对了，这件事儿对美兰也不能透露啊。我承我阿爸在天之灵，您放心吧。龙主席去年飞南京，路过西安。当时飞机上还有几个重要人物，谁呀？周恩来、朱德、叶剑英。龙主席见到了师兄弟，那还不亲热死了？嗨，何止是亲热呀，那是交心呢。都说什么了？哎，别的我不知道。反正叶剑英答应帮咱们滇军训练游击骨干，以防边境暴乱。朱德还给龙主席几份毛泽东先生的大作，我这儿也有。等这仗打完了，您给我看看。一定要好好读，那写得好啊，那真是领袖风度。要您这么说，我现在就想看看。哦，你举着毛先生的书，生怕那间看不到啊。切，别着急。一定给你，来，要把粥喝了。我自己来啊，那行，好。给小刀哥喝水。好，来，阿花，你坐这儿。阿花，今天我得给你一个任务啊。以后你没事儿，多关心关心独眼哥。关心独眼哥？为什么呀？我是帮务员，又不是勤务兵。哎，我知道，但我们队里面不就你一个女孩吗？这个女孩子不是心细一点吗？那为什么只关心独眼哥？你不需要别人关心啊？你独眼哥跟我们都不一样，他心事太重。心事重的男人最没意思了，小家子气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，看似好像你很了解男人似的。我不了解男人。可我知道什么男人是好男人。那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想好要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了？这两码事儿。哎，那今天你得跟阿哥说实话啊，你是不是已经想好要嫁给肖大虎了？小刀哥，你这个问题很荒唐。啊，好，你看，没想到你也开不起玩笑。不是我开不起玩笑，是有些玩笑不能随便开。尤其是
对一个女人，知道吗？行。哎呀，今天我是倒霉了，跟谁说话谁都跟我顶着，而且谁都不理我。哎呀，我倒霉。小刀哥，你别在这儿怨天尤人了。你呀，有困惑，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那个能替你答疑解惑的人。答疑解惑的？我遇到了。谁呀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他在的时候吧，我很多事情我都能想明白，我心情会好。他不在的时候吧，我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，而且啊，我会六神无主。是个女的吧？你咋知道的？你要相信女人的直觉嘛。阿华，直觉是啥意思啊？我一句半句跟你解释不清楚，直接点说吧，就是你爱上他了。那爱是啥意思啊？爱上你都没听过啊？你真够土的，这是一种新说法。爱上就是喜欢，就是想娶她当媳妇儿，听懂了吗？啊，这个就叫爱啊？我现在已经爱上他了。小刀，沈指导来了。什么？沈指导在哪儿呢？那边。这次战场你为什么要来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趴下，把裤子脱了。你为什么每次不打招呼就来？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任性呢？你为什么总是三番五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趴下，裤子脱了。啊？走啊，傻呀！啊！别生气了，老婆。有人给你面子，早就习惯了。赶紧的。我不想打这个针，咱俩好不容易见面，说回话。快点儿！哎。哎！我还没扎呢。嗷！哎！怎么了这是？哎，大虎，你没听见我二哥在那儿惨叫呢吗？不情未必真豪杰，你不懂。这是啥情？哎呀，你进去多余。我去，赶紧走你。应该。小刀。哎，咋的了这是？大户，你走吧。啊？你先走吧。人身体好，年轻，真好。我在哪儿都多余呗。哎，行，你们聊。阿华，江小刀，好久不见，你过得还好吗？头发乱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沈指导，行，下场仗还得靠你啊！我爱上你了。我说的话，你有没有听见？我爱上你了。哎，你到底听见了没有？我说我爱上你了。我早就听见了。江小刀，哎，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知道，喜欢就是爱，爱就是喜欢。不是，仅仅是喜欢，不能称作是爱。对，
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我对你的爱吧，不仅仅是喜欢。你在的时候吧，我什么事情都想明白；但是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什么事情都想不通，甚至我就会无精打采、六神无主、恐慌、无聊，甚至有时候我就会特别的紧张。好了，江小刀，你这么说，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依赖。不对啊，沈指导，这是我真心话。你想多了，找时间咱们回头再聊。怎么是孩子？这跟孩子没有关系吧？应该凉了，来，赶紧的自己喝，我得给你配药呢。我手都拿不住。行了行了，给我。真是个无赖，就爱演。哎呀，这么甜，还嫌弃啊？有的喝就不错了。赶紧把你的肺养好，这才算是心疼我呢。你也喝点吧。我才不喝呢。心疼我，让我亲一口呗。讨厌，让别人看见。来嘛。阿哥，阿哥，你怎么了？我爱上他了，可是他跟我说，他说我像一个孩子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啥意思。你爱上谁了？他是谁啊？沈佩琴。小刀，沈佩琴跟你不是一路人呐。啥意思啊？沈佩琴这个女人很复杂，她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姑娘，可谁也不知道她以前有没有过爱人，有没有过孩子。我知道，她有爱人，但是已经去世了。哦，没事儿，我不介意，我不管他有没有爱人，有没有小孩，我也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，我现在只知道，我已经爱上他了。阿哥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以前爱你的时候，哦不是，我以前喜欢你的时候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？但是我跟他和跟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我在上战场的时候，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他；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也想到他。我跟陈皮独眼猴子聊天的时候，也能聊到他。甚至，我有时候有好吃的都想给他。你要是真的爱他，你就努力的去追他吧，把你心里所想的话全都告诉他。我相信佩琴姐，她是个好女人。你要想爱一个女人，不要这么畏手畏脚的，你就得想着她，就得念着她，把一切都奉献给她。奉献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真的明白，她就是我想要的。那你就别废话了呀，做你想做的，去呀，别让自己后悔，知道吗？快去啊！快去啊你！哎，你别忙活了，我跟你说啊，
昨天江小刀跟沈指导，哎，沈指导，我爱你。江小刀，你说啥呢？跟孩子跟妈妈说话似的。沈指导，我真的爱你。啊，对，以后有空再说吧。哎，你是没见江小刀那脸，嘿，掉这么长，到这儿。哎，我说大虎哥，人小刀哥都那么伤心了，你怎么那么高兴啊？我没高兴啊，我这不给你学样吗？那被别人拒绝了，谁不伤心啊？你咋光会想他，不会想想我呢？那你拒绝我的时候，我伤心不伤心？真没看出来。你啥意思啊？非得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是吧？行啊，你掏出来我看看。花儿，说正经的啊，等这仗打完了，我就娶你，咱俩回寨子好好过日子。这个回家的事儿我全听你的。你就知道打完仗我一定会山寨啊？那不回寨子你回哪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男人在哪我就去哪儿。哎，我说大虎哥，你能不能别在这磨叽了？我还有好多工作呢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没事，我帮帮你呗。卫兵到。阿花，我今儿肖大火把话跟你撂这儿，谁要敢娶你，除非把我肖大虎杀了。看啥看啊？是那么匪的，这事儿都要跟着小刀哥学，有意思。真的，一个女人把你当孩子，这是挺气人的。你们俩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。怎么是孩子呢？你看啊，他喜欢你，他不喜欢你，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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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你。行了，没完还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，这谁能说清楚啊？道儿，要我说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感情这事儿吧，强扭的瓜它不甜。行了，你别老躺着了，啊？谁还没点心事儿啊？要是都有心事儿，都躺着，那咱不就全趴下了？不是，那我听你话这意思，你也有心事儿啊？哦，我自己的心事我自己解决。那你还是没事儿。那你要没心事，你就赶紧把小刀弄好了呗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人家今天就不起来了，你没看？我怎么没事啊？那如意现在也不理我，恨不得躲我远远的。啊？他真不理你啊？你别告诉我他又把你当孩子看啊！你别听他瞎说，不可能。他跟如意什么都干了，人家能嫌弃他吗？对呀，哎，是啊，我也纳闷呢，这男人跟女人怎么就这么复杂呢？不简单。哎呀，我这，你说你想当初那么喜欢美兰，要死要活的谁也拦不住。沈指导骂你一顿，哎，就把你骂通了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一个人心里边只能有一个人。哎，你怎么又扯到我这儿来了？说说，如意到底怎么了？变心了？哎呀，也说不上。他就说他工作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肯定是想多了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你这个无病呻吟。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，真的是无病呻吟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无病呻吟啊？什么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？我现在跟你们一样，那都是饿汉子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去找他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猴急什么呀？你装什么文化人啊？你酸死人了！你听听，这像老夫老妻说的话吗？这书上说得好，叫有缘无分。哎呀，你要是碰到一个好女人，那你们俩再有缘，要是没有这个份的，你就是对她再好，她也不一定能嫁给你。她嫁给谁，只有老天爷知道了。陈平，我真的很理解你的心情。我觉得你刚才绕来绕去，所有的都是废话。你讲的就是缘分嘛。但我小刀不是这样。我觉得，我见到一个喜欢的人，现在我很开心他出现了，所以我是不讲究缘分的。我喜欢，我必须要表达。
我得让他感觉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做的事情，谁都拦不住。老师，我们已经耽误了2天时间，什么时候您才可以批准执行我的计划？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语吗？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我明白，我们这次的偷袭计划虽然失败了，但是我确信那个指挥部已经瘫痪了。你不要轻视他们。我们应该趁热打铁。不，根据我的经验，他们经过了这次失败之后，一定会发生很严重的口角，甚至大打出手。他们很善于内斗。谢霆的内容我都听到了，他们的确在进行内斗。我也在等待一个确切的情报。老师，既然我们决定把东侧阵地交给九师团，我们为何不利用这个局面？你继续说。当九师团从正面攻击东侧阵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时间3面合围60军，打开缺口，通过这个仓库。这样一来，就算他们想内救，也无法互相呼应了。杜元军，足够多的失败已经让你久病成医了，就按你的计划实施，去执行吧。嗨！板井支队的全部兵力都投入到了对我突出部的打击。你们那里还有什么紧急情况吗？什么？九师团已经对你的阵地展开了攻击？什么？那我明白了，敌人是在实施风车打击。对，好自为之吧，多保重。师长，一线阵地受到敌军的猛烈打击，怕是撑不住了。这样硬顶下去，不是办法呀。你什么意思？撤。不行，没有上方撤退的命令，我们必须坚守。那我们必须调整部署。敌军以数倍的兵力围攻我突出部，一旦他们得手，就会蚕食我们。拼消耗战，拼不过的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，可是陈长官刚刚发来电令，后退1步者杀无赦。淞沪会战的时候，他们不也是这样说的吗？没错，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撤退的命令也就该下来了。哎，你身体还行吧？您直接下命令吧，让我干什么？你带独立团先撤，到白门楼这个村子建立预设阵地，掩护全军撤退。让3团跟我换马，我马上可以出发。一定要保护好美兰和佩琴的安全。沈佩琴她为什么突然回来了？军长让他给我带一本游击手册。没有别的原因。哎，不该打听的你不要打听。是自己人吗？军长信任他，我们就必须无条件的信任。我明白了。将军阁下，中国军队撤退了。脱离接触了吗？毫无征兆，突然停火。当我的连队到达阵地的时候，他们连一张纸条都没有留下。看来他们是早就做好了撤退的准备。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追击？不能冒进。等第9师团占领阵地之后，我们再实施追击。可是，我怕到时候会贻误战机。敌人是有准备的撤退，那就很有可能在前方设置了伏击圈，
在抵抗地貌不清楚的情况下，谨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明白。很可惜，这次又让江小刀和萧逸恒逃脱了。按我们现在的进军速度，消灭中国军队是指日可待的。萧逸恒、江小刀，他们的性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。报告将军阁下，航空兵侦察结果显示，刘世军已经撤离西边20公里的白庙楼村，在那里建立了阻击阵地。航空地图绘制出来没有？出来了。将军阁下，这里全是平原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围歼他们。朱彦军，率领你的连队轻装前进。航空部队可以支持你的攻击，但切记，在征炮部队没有到达之前，你不可以发起攻击。嗨。师座，您不用担心了，58军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我知道了，要密切保持和上方的电讯联系。是，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卢燕，哎，别开枪了，敌人都跑了，节约子弹。咱们这么打不是回事儿，损失太大了。你别快点！哎，沈指导，散开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没有预备队了，师长命令把伙夫马夫还有这些文书都补充给你们。啊，这不是胡闹吗？他们可以战斗吗？裴姐，你带着老樊叔赶紧到南村集合，准备撤退。撤退命令还没有到，谁敢撤退，谁就得受军法处置。我来负责。这样，咱们换个思维想一想。师长，把他们安排到咱们这儿，是让咱们保护他们吧？陈皮，我们是来参加战斗的。小刀，你放心，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软骨头。什么不怕死？真不怕死！真不怕死！对呀，小刀，你别说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如果你放心，你就把他们交给我，我保证他们的安全，又能让他们成为中坚力量，行吗？行了，这个时候咱不能说大话啊。啥意思？独眼，我们听从你的命令。沈指导，麻烦您带着老樊叔和这帮兄弟们，沿着这条路到村东头的平台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无形当中形成犄角之势。如果鬼子赶来，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消灭他们，好吗？是。好，跟我走。好，裴姐，走，注意安全。你也是，报仇。哎，这么不放心他们的安全啊？要不然我带2挺机枪，我过去。先别分开，约是好商量。如果情况变了，再过去。好，那也好。对啊，你行啊，真知道你也敢指挥。我这不是为了你吗？你敢说这不是你意思？要是你指挥人家听你的吗？我这是帮你啊。还是独眼机灵。哎，有长进啊！不是你们俩夸人能不能真诚一点啊？独眼，你最厉害。一航，哎，你来，你看像这种布防能坚持多长时间？3天。3天？那兄弟部队未见得能安全地撤下来呀。我说3天，我这心里边就发虚啊。这个村子周围连一块高处都没有，一旦敌人再次重兵包围，咱们还要是死守这个村子，跟找死没有任何区别。经过这一战，各个部队伤亡惨重，届时指望谁来救援咱们，想都别想。这么快就追来了？好，那就坚持3天。我向司令长官部请求撤退。请军长去求一下陈长官，或许可行。那就赶紧发报。向司令长官部请求撤退，赶紧发报。如意，师座追问陈长官回话了没有？还没有。电台正常吗？一切运转正常。那发出的电文核查过吗？核查过了，对方报务员回复的也很及时。
也就是说，陈长官压根儿就没有想给我们做任何回复。问题出在哪儿了？我们没有任何问题。几个村子都在死撑，没有命令，我们无法撤退。参谋长，我倒是有些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这个时候了，就不要添乱了，好不好？您放心，我不会添乱的。大家伙只能同心协力，众志成城，才有可能脱险。你们俩听好了，严守岗位，不可有丝毫懈怠，更不允许擅自行动。知道了。是。最后一道防线了，坚守是死，擅自撤退也是死。陈长官这么久没有回复，意思很明确，就是让咱们坚守到底。师座，宫委有个主意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宫委，直说吧，都是自己人。师座，团长，你看我们一直和陈长官联络，受他的指挥。可是呢，按照战前会议的决定，我们应该归属张发奎长官的兵团序列，应该由他指挥。这个主意好，这个主意好。宫委是什么意思？宫委他的意思，你说。师座，您可以直接向张长官请示撤退。陈长官都没答复，如果张发奎也不同意呢？师座可能忘了，北伐的时候，您可是张长官的部下，他一向顾念旧情，只要我们发电文恳切，我相信长官不可能不同意吧？就这样办吧。好，洪伟，你帮我起草文件。10万火急。团长，你跟他通话。我知道，你跑这儿干嘛来了？我是上级军官，拉电话线保佑通话畅通是我的职责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走。走我有点子弹啊！快走！二哥，我是大虎，能听见吗？我命令率领8连护送非战斗人员提前转移，在村东口建立掩护阵地。当前阵地交给2营。师长，撤退的准备基本完成了。我跟张发奎的关系，刘公伟怎么会这么清楚？这个我没说过。啊，你觉得他从什么渠道得到的？都知道您参加过北伐，您在铁军当中也是大名鼎鼎的。不是讲戏的人，不会知道我跟张发奎的交情。您还是怀疑宫委是内奸？这根弦我一直就没放松过。虽然刘公伟打日本人很勇敢，也很尽力，可我总是说服不了自己信任他。
这件事怨我。当初围剿共产党游击队的时候，您一发火，我就应该全盘承认那是我的主意，您就不会怀疑恭维了。话不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话阴阳怪气儿的，我一直就听着不舒服。看着他和你是好同学、好兄弟的份上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，也没阻拦他的提拔。可是今天，他这样肆无忌惮地说出我跟张发奎的关系，我觉得对他还是要多留心一点好啊。您真是多虑了。别忘了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，要多用用这儿。老汉说：“你放后！”既然都上来了，我怎么能靠后呢？给请你发誓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日军撤了，抓紧补充弹药。补充弹药，补充弹药。是。陈指导，小刀让我过来的，他不放心你们的安全。你们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。是小刀为你操心啊。陈皮，能不能严肃点？是，我说正经的。现在师部正在做撤退的准备。这么拼死打硬仗，终归是不行的。动不动就这样摆阵势对决，根本就是以卵击石。论武器，论训练，怎么样都不如敌人，还这么死脑筋。国军没有不失败的道理。哎，小声点儿。他们听不见。沈指导，这仗不能不打呀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运动战、游击战都可以吗？哦，那哪天给我们讲讲？找机会。小刀，哎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？别乱想。人别！电文接收完毕。如意，啊，同意我们撤退了，那太好了。辛苦你，再誊写一遍。啊，这份电文要严格归档。你的字写的比我好，坐。好。向华兄够意思啊，他同意我们在18点开始撤退。此文件直接下发到各部队。那就开始行动吧。龚伟，按照原定计划向村南口逐步转移。是，还让小刀断后吗？没错。师座，哎，请您签字。师长命令，通知各部队、团、营连18时开始实施突围转移。如意，你去通知一下阿花，
转移过程中一旦失去联系，务必销毁密码本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密码本一失，后患无穷。快，抓紧时间。是。哼。